本集影片由台湾桌游出版社、桌游仓库赞助播出。桌游仓库存放着您的快乐时光。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神兽桌游社，我是 Alex， 欢迎来到我们神兽来开箱的第7期影片啦。那本期我们开箱的游戏呢是这一款由桌游仓库推出的分秒必争。那这是一款教具类的桌游。那教具类的桌游的话呢 ，Alex 我之前有介绍过 Capital Games Studio 的 Zombie Life Insurance 啊，还有心灵工作室的小鹿的最后一天之类的。OK， 那这一款分秒必争呢，它讲述的是有关医护人员的。OK， 它的故事背景呢是讲有一个大意外发生了，然后有很多的伤患呢不断的被送进来这个医院，然后已经人手忙到连主治医生他都要来一起去做东西，一起去抢救了。OK， 那你作为一个核心的其中一个医生你要讲去用你的智慧去分配谨慎的一些人力啊、物力啊，还有那些资源去拯救、挽留更多的生命啊。那你还可以看到它的背面这边有一些三军总医院。应该台湾的一家医院，急诊医学部部主任的一个专业推荐。看来这是一款相当还原的游戏，可以让你去体验一下那些医生当他们在 emergency call 的时候要怎样的去努力去挽救那一些需要被挽救的生命啦。那话不多说，我们来看看这一款游戏里面都有一些什么东西吧。OK， 那刚刚呢发生了一些很突发的情况，我们录制的视频呢很奇妙的去往了这个数据的异空间里面，对，就是它不在我的 memory card 里面。But anyhow， 我们已经开箱了吧，我们也会再重新为大家再展示多一次里面的配件有些什么吧。那看看这个外模的部分你看到这里还有写一个扩充化学灾害情报，就是这个游戏里面已经蕴含了除了基本玩法以外的另外一种变体玩法。OK， 那我们就直接拆过这个拆模的部分。OK， 给大家展示一下里面的配件有些什么东西吧。OK， 那这个放旁边先。那首先呢会有一份说明书，分秒必争的游戏说明书。OK， 它的规则啊、设置啊、流程啊之类的。OK， 这样是一份，然后后面 OK， 后面刚刚有讲有一个扩充嘛，这里写什么？有一个情景扩充 COVID-19 的，那把说明书给放旁边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木质的配件。OK， 所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种不一样颜色的 token， 分别对应着5位玩家颜色的 token， 分别有黄色、红色，这是蓝色吧，然后绿色，还有一个紫色。OK， 有一个紫色。然后这里看到有比较少量的有这3粒，这3个是额外的一个奖励的，它就是一些 extra 的救治人员和医生，就游戏过程中你有可能会得到这一些额外的功能，它可以帮助你去救治这一些病患。OK， 然后还有这个圆片，把它导出来看啊，它这个圆片呢就是玩家的积分指示物啦。OK， 有对应不同玩家颜色的积分指示物。OK， 然后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小小包的，这小小包有一个 COVID-19， 也就是讲会在那个扩充的情况下会用到的。还有这个是回合指示物，有一个时间标记的回合指示物。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卡牌吧。直接进入卡牌，从卡牌看这个后的部分。卡牌有分几种类型，我们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分类讲解一下。那首先的话呢，可以看到这边有几张的游戏流程卡，跟你说游戏流程要怎么去做啦，你要怎么进行这个游戏的阶段，然后还有这个 start 减伤分类卡。那在这个游戏里面呢，那些伤患会展示给你知道他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你要根据他的状况来判断他的伤势。所以这个帮助卡就是给玩家你去了解啦，好给你去判断一下那个病患的伤势。如果你判断正确的话，会有额外的加分。OK， 然后接下来呢还有这个积分卡，这个游戏的积分呢有分成2种，一开始讲会有即时的合作模式，或者是你要有竞争的模式。其实它流程差不多是不一样，只是积分方式稍有不一样。看玩家你是要玩哪一面，你就翻哪一面来做积分就好了。然后接下来再把卡牌分类一下。Alright， 那接下来呢我们讲看这一个这个病患卡。那你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病患卡其实有分成正反2面，稍有不同。那正面呢会展示给你知道这个病患的一些资讯啊，然后他的一些症状，他的状态，他能不能走路，他1分钟可以呼吸多少秒之类的。那玩家们就根据你刚刚那一个减伤分类卡去判断一下他的这个伤势。那下面有4种不一样的伤势啦。你们玩家们
就自己去体会吧。那如果你每次你看到这个病患被送来医院的时候呢，每次你判断他的伤势判断正确，你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加分。那这个分数是什么呢？就是你完成救治他的时候，你可以获得的分数。你可以看到他的下方会有一个流程，你看到一个箭头，就是说他需要这一些的医疗的资源 ，OK， 甚至有可能需要主治医生 ，OK。一个主科医生去救治他的伤势 ，OK， 最后还要把他给送往对应的一些病房 ，OK， 有的人可能会要进去一些 ICU 啊，有可能是进普通病房啊，有可能会直接出院之类的 ，OK， 那游戏里边会有很多种不一样的病患 ，OK， 给玩家们去体验一下那个救治的各种难度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一个突发事件卡。那游戏过程中呢，你们会在一个阶段可能有一些突发事件会发生，玩家们会决定看要不要去抽取这一张卡牌。那这个突发事件有什么呢？有可能会一些病患的病情加重啊，或者是有一些资源突然间拿不到啊。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奖励事件卡，绿色的。那这边有写初次达到10、20、30、40分的时候可以抽一张。就刚刚游戏讲了，如果你的那个伤患你判断他的伤势正确，然后你在完成救治他的时候，你可以得分。那如果你得到这个对应的10的倍数的分数的时候，你都可以抽到这一些奖励卡。基本上上面就是一些事件啊，事件的解释，然后下面就是给你知道这个事件卡，这个奖励事件卡要怎么用。比如有的会给你讲去额外查看一些病患，给你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样的病患会送到来呀，给你再收集额外的资源啊。然后还有一个这边有写灰色和白色的这个医师或者是护理师，刚刚有说了有一个额外的米宝，比较少量的，就是白色和灰色的这是额外从奖励那边拿到的，就是这个奖励事件卡可以拿到的了。那下面就是如果你不要用的话，应该是游戏结束的时候你可以拿到额外的分数，如果你没有使用它的话。然后还有这个全场事件卡。他刚讲在救护车抵达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全场事件，就是每次这个全场事件它会设置在这个病患卡里面的 ，OK， 它会写在里面。那每次救护车就是会一直送那病人来嘛。如果这个开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立刻结算那个效果基本上都会影响整场游戏。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卡牌，等一下再讲一下，这个卡牌是扩充的 ，OK。然后这个圆片呢，这个圆片是怎么来的呢？来，我直接挖下面给大家看看。我的圆片呢，基本上这些圆片都从这个 punch board 那边 punch 出来的啦。其实没有很多，大部分都是一些救治的资源啊，然后玩家的积分指示物啊，还有呢扩充 COVID-19 的这些板块。医疗资源有分成好几种不一样的资源，对应着不同的颜色啦，有绿色的啦、黑色的啦，然后这个是土黄色吧，土黄色的，然后有红色、紫色还有蓝色，分别这几种医疗的资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什么？化学战绩或者灾害清理模式扩充。这扩充的流程，还有跟你讲这扩充的额外流程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接下来我们看看，游戏有提供几个不一样的图板。先讲最主要的这个大的图板，这一个是游戏主图板 ，OK， 主图板就是这样子。有分成不一样的这个病床的区域，重症区、轻症区，就是刚刚那个玩家讲你会判断你的那个病患的伤势嘛，那每次你要收纳这个病患的时候，你在判断了过后呢，你可以把它给放在这些病床啊，OK， 然后这个就是刚刚对应的那个医疗资源这个类型的医疗资源会放在这里，然后这另外两个的医疗资源呢，你就会放在这一个区域，它就分成两个不一样的区域的。然后这个就是游戏过程中呢，你会去把那个病患卡放在这边，然后他们会去放进这些减伤区里面，那玩家们你们就可以从这里判断那些病患的伤势，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给收容他们了。OK， 然后上面就是一些积分盔啊，这个就是时间，这就是回合吧。玩家如果是玩竞争模式下的话，应该会玩5个回合。那合作模式下的话呢，我记得这游戏还是有另外的计时方式的。对，合作模式的话是玩30分钟。然后这个下面就是加护病房手术室。OK， 游戏里面这个病患他会去往一个目的地吧。那基本上出院的话呢，就是你完成救治过，他就可以自动空出这个病房，因为他已经出院了。然后有一些指定去一些病房的手术室的这些病患呢，你完成救治过后，你要把他送往对应的目的地，那这个目的地就会送往这一边。OK， 这就是另外特别的床位啦。OK， 玩家你们要去把这些病患成功送过来这个地方。这就是主图板，边边是空的。然后接下来呢，还有2个，额外再讲一讲。这个是
就是看这种病毒应该是 coronavirus， 这个应该是 COVID-19 的一个扩充版啊。那玩家们是你们除了在这边去救治病患过后呢，你们还要去换衣服。你看这边隔离换装区，就是你的衣服可能会感染一些病毒的嘛，那你就有可能要在这边再做多一些事情过后，才可以让你的人给出来。那我简单的看了一下，是那个 COVID-19 的是，你还要去判断那一个伤患到底有没有感染。如果你判断失误，把他送去普通的病房的话呢，就这个主图版的普通病房的话呢，那一些病患呢也会被感染，然后你就要导致扣分。怎么去判断呢？那这个影片前面的时候呢，我还有另外一叠卡牌没有介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扩充的卡牌。然后现在来讲解一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你看到一般虽然讲前面一样啦 ，OK， 可是它有可能会症状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然后看到背面的不一样是基础的卡牌背面是这种白蓝色的，可是扩充的 ，OK， 讲 COVID-19 的啦，它的卡牌后面是黄色的，是黄色的。那玩家们就是如果你要玩 COVID-19 的话，你就会使用到这些卡牌，然后你要特别把它给隔离了，再去做另外的救治。那扩充的卡牌堆里面还有什么样的卡牌呢？还有这个，这个就是游戏外面讲的那个化学灾害的。那这一个就是一些各式各样的，你可以去平衡那一些化学伤害的一些救济了。OK， 然后这一个你看到啊，这就是另外的病患卡。这个就是化学灾害的。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看到正面的基本上会多一个这个化学灾害的符号，然后你也是要根据它的形式来判断它的严重程度在哪里。然后在后面呢 ，OK， 它需要到一些解药啦 ，OK， 就是你要去解缓、去冲和掉那一个化学药剂的一些伤害性 ，OK， 那这个救治的过程可能就会更加困难一点点。然后这个后面的话呢，就是给你，它也是一个减伤卡，可是它这个是包含了这个化学灾害的，因为可能病患他们在受到这个化学灾害的时候，他们的症状会不一样一点啊。那玩家们，如果你们想再体验更加深度一点的医疗的这个体验的话呢，你可以去 try 看这一个化学的灾害扩充。那化学灾害的扩充会用到什么样的图板呢？会用到这个另外一片的扩充图板啊。OK。解读区的处方区就是应该是把这些卡牌给放在上面了。然后玩家们，你们可能需要去到这个地方才可以拿起这个解毒剂，然后处置过后送入重症区就一样啦。这跟那 COVID-19 也是差不多的。玩家们，你们护理师还有那医师来到这里去救治病患过后呢，你们也要去清洗你们的衣物，因为你们可能会身上弄到那一些化学药剂，那你就要去再经历过一个清除的部分，才可以去往另外一个区域。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去放一些感染比较严重的啦，你完成了过后才可以把它给送往普通的急诊区。对，那就是这个主图板，分别是比较厚的这个主图板一个，然后还有这个 COVID-19 的扩充图板，还有这个化学灾害的扩充图板。这个是扩充的卡牌，扩充的卡牌堆，两种不一样的扩充的所有卡牌都在这里啊。那这个就是分秒必争的开箱内容啦。那本期的开箱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请麻烦在下面点赞、留言、加分享。那如果你想要观看更加多不一样的游戏开箱的话呢，请在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OK， 那也顺便告知一下的是，分秒必争这一款游戏呢，我们会出教学还有试玩的片段哦。那如果对这款游戏有兴趣的朋友们呢，请记得留守我们的专辑还有我们的频道啦。一说桌游与你畅游，我是 Alex，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拜拜。